欢迎收看《时刻》。川普曾经誓言说，如果他重新当选美国总统，他要将这个非法移民全部赶走。没有想到，他居然玩真的。现在已经传出来说，他就任之后要宣布整个美国进入紧急状态。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，他要动用国民警卫队。你没有听错，他竟然要动用国民兵，在整个边界，甚至现在共和党的州长都已经表达全力支持。所以现在看起来，你现在德州、现在亚利桑那州很多的国民兵可能都会动员起来驱逐这些非法移民。而这个非法移民的重中之重，就是中国的异龄男子。他们之前讲了，现在已经有3万多名的中国异龄男子。奇怪，你没有在中国当兵，你没有在中国服役，竟然千里迢迢爬过千山万水跑到了美国，到底意欲为何？所以现在这批人要在第一批里面把他给抓起来，把他给赶走。现在川普这样一个动作，真的会造成这些边界的紧张关系吗？甚至有人讲，他会有一场内战发生吗？好，我们今天请到了边缘的大方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守松，你好。大家好。好，第二位是资深媒体人姚慧珍，大家好。好，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林玉峰，大家好。好，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王一德，大家好。好，待会儿呢，美岛电视报董事长吴子嘉，还有资深媒体人张永轩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。好，所以是刚刚讲的是，现在川普居然玩真的，川普居然讲，有人讲说，现在川普当选之后，整个美国要进入紧急状态。川普居然在底下留言说这是真的，而且事实上美国呢，恐怕接下来要血流成河了。血流成河，为什么要血流成河？因为川普说的非常明白，他说他上任的第一天要展开说驱逐非法移民。那你知道美国根据川普的说法，你知道美国有多少非法移民？多少移民？1500万到2000万。他要把这些人全部赶走，赶这么多人。对，所以你看他现在要动用什么？他现在动用3支部队，一个是美国边境巡逻队，再来是还有美国的国民警卫队，再来他还要美国的国防军队要来驱逐这些人，军队都要进来。对，所以你知道，事实上他现在展开一个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的这个计划。不是，他是玩真的吗？当然是玩真的。第一个是美国竟然要进入紧急状态。对，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，我的边境巡防队，对，我的国民警卫队，我的海外驻军，对，都要进来抓人。保洁当然玩真的，尤其是他们的这个边境撒谎，霍曼说的非常清楚。他说呢，我们第一个目标是什么？要把异龄的这个所谓中国的这个他疑似说这些非法移民，搞不好是中国解放军潜伏在这边的人士，我们要优先把他们赶走。所以现在呢，保洁他的这个人员都准备好了，边境撒谎霍曼，还有这个新上任的诺姆是国家安全部的这个部长都已经来了。然后川普现在已经在研拟相关的法案，他都已经找好法案了。他真的上任的第一天就动部队了，就决定要重用美国的国防军，要开始驱逐这上千万的非法移民。因为之前恐怖在哪里？就是现在美国跟过去可能完全不一样了。之前美国的前国防部长埃斯培，也就是川普的国防部长，是他当时讲，当时川普要动用部队，对，我不让他乱动部队，我做了很多限制，是，所以我被赶走了。是，那这次川普完全不一样了。这次的川普，你的国防部，你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心腹，是他真的敢动用部队了。当然，现在他法条都找到了，他用到美国建国的一个法案。另外一个，他现在的国防部长还有所有的军方，你谁不听我话，我就 fire 你。所以现在他等于是真的会动用这些部队，强力的驱逐所有的非法的这个移民。好，那刚刚讲到的，那现在川普的第一个目标，竟然是中国的异龄男子，也就是你现在逃亡。我们跟你讲吧，很多人经过了千山万水，跑到了这个美墨边境，进到了美国，大概就是在20几岁到30几岁的年轻男子。他说这些的中国男子要在第一批被遣返名单。而且，实际上根据他们的算法里面来说的话，约莫大概有7到8万人左右这种所谓中国的非法移民，而且中国非法移民都是那种年轻人。所以他们第一个阶段当然要把他们遣返出去啊。所以呢，是到目前为止来说，他们有几个目标。第一个，无证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异龄男子；另外一个，法院已经下令驱逐的这个无证的这个移民，包括说还有犯罪记录的这个无证的移民。所以这些人都全部要把他赶走。目前为止，美国国家安全部现在已经开始，因为川普即将要上任哦，他人都还没上任哦，对，现在已经开始好，我们现在开始驱逐这些人。所以就说，川普还没上任之前，国土安全部已经开始在进行大规模的这个驱逐了。所以就在今天11月18号的时候，美国国土安全部又送我们了一批，刚刚讲已经又把一批在美国这些中国移民男子遣送回去了。好，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中国目标当成是这个首要目标？你看他们统计数字，2022年到2024年，非法进入美国的中国人数从2.7万上升到7.8万，尤其是大部分
都是一零男子，所以他们认为说你这些搞不好要意图呢，未来可能中美开战的时候，你要颠覆美国，所以我们决定要把这些人把他赶走的一个状况，把它当成国家安全，当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形。好，所以你知道，事实上为什么大家会知道说这件事情会是真的呢？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有一个叫这个飞顿的，他其实是这个转贴一个报道，他说，听说福斯报道说川普准备要这样子，然后听说他好像要宣布什么进入紧急状态，这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。就川普就来他的这个 X 里面说 true。没有错，我就是要这样做，因为他说，他要动用美军的这个资产，对，来反转拜登，这种大规模的非法入侵状态。他讲这样，他说，这个他说是好消息，然后他准备要用这个上任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，然后用军方的武力，然后这个驱逐移民，然后扭转这个拜登政府带来的非法的入侵。就没想他这样贴出去没多久，川普就来 ，true， 没有错，我就要这样搞，所以他现在等于是真的全力，所以现在美国很多非法移民都绷紧神经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准备真的，我跟他讲，实际上美国目前为止，其实前一阵子美国农业部刚好发布一个报告说，美国目前农业里面来说的话，农业州里面大概有40%的移工都是非法移工，所以现在这些人准备要被赶走，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要动用部队，因为人数很多啊，人数真的搞不好真的有上千万人以上，而且中医讲说。如果他只是随便讲讲也就算了，今天你动用的边界沙皇赫姆，跟你先用的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克里斯蒂提诺姆，对，他说这两个都是非常可怕的狠角色。而且这两个人是超级硬派，你知道看到这两个来说的话，派这个川普绝对是玩真的。第一个，我们知道这个霍曼来说，他之前就是这样。我们知道很多拆散家庭的，他不管你这个小孩子几岁，跟父母亲怎样，他就帮你拆散。另外这个诺姆更是夸张，抱歉，那他其实是怎样的人？他真的是非常重要一个人士。他现在是南达科他州的这个州长。那他州长为什么他能够担任这个未来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这个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他在当年的时候，他就派军队，派他的国民警卫队到前线去支援。抱歉，那发生什么事情吗？这主要是在前几年，也就是，等会我们看这张图。它是南达科他州，对，南达科他在里面。可是呢，以边界问题最严重在哪里？在德州跟亚利桑那州。他居然派遣南达科他州的国民警卫队直接到了德州，直接到了亚利桑那州，对，去支援。好，简单来说啦，他就是跟谁？他就是跟拜登作对的人啦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在拜登上任之后，他把很多边境的这个法案都把它去除掉嘛，就说你们可以进来都没有关系，那我们国家也不再资助这些这个所谓我们不再驱逐这些的，所以德州跟亚利桑那州当时首当其冲，有非常多这个所谓非法移民要进来的话，他们只能够用他们当地的国民警卫部队，他们可以动用的嘛，然后边境巡防部队就摆烂，反正拜登说不要，那我们就不要，所以他们只有国民警卫部队不够啊。部队不够怎么办？他们就2个人，因为他们当时在执行一个叫孤星计划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找这个所谓共和党的州长，你愿意支持的人，拜托来支持，拜托来。结果那时候呢，没有人来，因为大家认为说，这个好像有点太夸张。结果这个南达科当时是州长的这个诺姆就说，好，我来。他就说，我们南达科他州的国民卫队是全国最好的，他们已经为应对南部的边界国家安全做好了准备，所以他就准备要去。他说他希望这一次的任务表达拜登政府正意识到边境毁灭性的局势，所以他就派他的国民警卫部队就去了亚利桑那州到德州去支援，所以他是一个超级鹰派，所以你去阻挡移民了。对，所以人家他派很远北达科他州是很远，这已经在美国的北部他派他的部队横越整个美国大半部，来到亚利桑那州跟德州，所以你知道他的立场是多坚硬。他现在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部长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做？他绝对会动用所有力量把这些非法移民赶出去嘛。而且刚刚讲到，现在有很多的州长都是共和党籍的，而这些共和党籍的州长现在已经说了，对，他们全力支持川普的政策。对，好，首当其冲是谁？德州嘛，德州州长像艾伯特，他就是这个共和党籍的，他前几天还到台湾来嘛，说要台积电去那边设厂嘛。好，他现在怎么做呢？宝强他现在已经宣布了。我准备呢，在德州跟墨西哥的边境，我要开始建大量的军营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准备未来会有更多国民兵过来嘛，所以你看，他真的就盖这个军营啊，这个有点像我们之前在开的那种说这个临时的方舱医院这样，就开始盖。对，盖之后他就说，我们准备要什么？有更多
军营已经在盖了。对他准备，你看这个军营都那么多，然后就是说我们准备要什么老鹰行动的这个前进基地，然后这个非常多的基地，你看有80英亩左右，然后可以住1800名的国民兵，还有可以扩充到2300名，然后等于是就在前线准备把这些移民全部赶出去。对，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，现在不是玩真，不是玩假，是美国的共和党的所有的州长都已经开始严阵以待，准备把这些人赶走了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所以这边已经刚刚讲的已经有帐篷了，开始已经有货柜了，现在的物资，甚至连边境的刚刚讲的这些铁丝网，也都在加强了。这时候这个川普都还没上任哦，现在他们都已经开始这样做了，军营都盖起来了，然后准备怎样？准备要迎接这个未来的美国国防部队，还有美国的国民警卫队，还有边境巡逻队，全部都要来到前线作战。所以等于是，他们这次是真的用作战的心态，准备把这1000多万的非法移民全部驱逐去。人家又说了，宝姐，这可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人口。而且刚刚讲到，现在就在美墨边境的河边，现在美墨边境你现在看到的都是警车。对，你看这可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驱逐的一个事件。当然，很多人就说会不会爆发美国的内战？川普还没上任就开始动起来了。对，人家就说会不会爆发美国内战？为什么？因为很多目前为止农场的这个居民啊，或很多人开始反对，所以这些人会不会集结成另外一股力量？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事实上川普这次绝对玩真的。你看，人都还没上任，他已经派用2个，一个是霍曼，一个是诺姆，2个人已经跟你说，我绝对会把非法移民全部赶出去。高达1800万到2000万的非法移民，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一件事。玉凤是没有想到，川普是玩真的。他上任之后，真的要马上进入紧急状态。进入紧急状态之后，马上调动国民警卫队。调动国民警卫队，刚刚讲的不会只有一个州哦，不会只有墨西哥州，不会只有这个亚利桑那州，不会只有德州。现在看起来，共和党各州都表示支持，各州表示支持，代表全国的国民警卫队都会来用吗？对。而且你刚刚讲的，现在他会更大力的去强化他的美墨边境的围墙，会变成了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长的万里长城。对，这个最长的万里长城就在美国跟墨西哥，川普已经说了要弄一个最 big、最 beautiful 的一个万里长城。而这万里长城里面有说很多很炫炮的东西啊，还有第一个高科技的设备，然后呢把无人机给放上去，还有高科技塔，它可以去随时去看到底是人类还是动物，还有智能的边境系统，最厉害的就是增强人力的一个执法。所以呢，这个万里长城不是只有物理性的万里长城而已，它把所有的高科技东西呢全部都弄在一起了。所以过去来讲的话，你高科技设备，所以我以为说美墨边境就把墙盖起来，没有，就这个盖起来。刚刚讲，我居然有监控摄影机，我有24小时的监控设备，甚至我有红外线跟夜视功能。这样的，我还有感知设备。对，任何东西只要进入我的旁边，甚至你的地表上有所谓的跳动，你有任何的跳动，你有任何的波动，甚至你有车辆，我都可以分辨。更不用讲，它24小时都有无人机的巡逻。然后刚刚讲的这个高科技的边境巡逻队，全部都要介入在这里面。在过去来讲的话，你美墨边境他们想进来的决心是非常强的。除了它的位置很长之外呢，它甚至以前会有人什么钻隧道，而这个高科技的监视设备呢，连这个你钻隧道地质的震动，它都可以把你锁定到。然后呢，无人机可以跟它的智能边境系统给拦截起来。当你因为位置真的太远了，当你丢上去无人机之后呢，它会开始巡逻，然后拍到你之后呢，它可以去分辨你说你到底是动物还是人类。因为过去来讲的话，有一些非法移民，他就用4只手在那边走路哦，假装自己是动物，真的闪过去以后不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拍到你之后呢，他回传之后呢，他第一次会来判读你到底是人类还是动物。当第2次之后呢，就知道你是人装动物之后呢，你的国民警卫队还有你的巡逻队就全部过去把你给抓起来了。所以以后过去这个地方，边境现在管得这么严，对，以后这个地方呢是人类史上最长的一个、最可怕、最高科技的一个万里长城。所以你想要再通过这个地方就没有这么简单了，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已经 AI 化。这个画面就是这样子，我看到你了。几个人，你有3个人，你怎么行进？而且刚刚我们大家看有个影片，就是国民警卫队现在的配备也要再去提升。你等于说在空中、在水面上、在陆地上面，它都有工具。对，除了这个无人机之外呢，它还有一些其实它是可以快速的抵达到现场的。这个就是他们找到之后呢，你马上就可以到现场去。甚至呢，海上也有快艇在巡逻。所以呢，你想要从海面上绕过去这个墙，你也是没有办法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找到你之后呢，它的
装备比你更快，它的速度比你更快，可能砰就直接把你拦下来了。所以以后美墨边境已经不可能再这么轻松的一个通过。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，这些东西都是跟 AI 已经连接上面，对，所以它会一直去智能化。它找到你热点之后呢，可能就知道说你都从这个地方来走的，你就会马上被它给抓到。所以它是整套的 AI，对，你有任何风吹草动，我边境都可以马上知道。对，而且它可以一再的优化，然后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在优化之后呢，它又把人力给加强，人力加强之后呢，表示它的执法力道是越来越强，代表川普真的是玩真的。吴总，当川普刚刚讲到，这一次是普选赢，这一次是选举人票赢，这一次是参众两院，这次连大法官都是保守党居多数，他等于是美国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民选总统。现在更可怕的是，现在为了要驱逐这个移民，刚刚讲到，现在是所有共和党的州长是全部的相挺，他想说，他这个权力，他现在根本就是一呼百诺，他的权力到底可以大到什么程度？不，他就变成皇帝了，他变成皇帝了。他变二战时期这些法西斯政权，不管日本、德国、意大利这些政权啊，他就变成这种人了，因为权力非常大。因为所有的二次大战法西斯政权都有一个特性，对，什么特性呢？他这个国家都经过一些战争的灾难，所以会产生一个民众的期待嘛。因为我败战，所以我希望一个英雄。他这个问题，美国从来没有过啊。美国的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被任何敌人侵略过。对，问题是他的内政太腐败了嘛，太烂了嘛，老百姓的火大嘛，火大产生一个这个川普出来，所以川普的当选是有他的这个整个社会的条件的。就民众太愤怒了，太愤怒了。这个你看，我这很简单，川普嘴巴里面骂对女性极为不尊重，那女性得票率最高是他，为什么？因为需要他嘛。需要一个英雄来解决美国当下问题，不然你给我抢超市，抢都什么都抢。他通膨，生活不好过，然后不公平的事情一大堆，然后行政效率怠惰，所有的事情，美国是一个一流的国家，做了三流国家的一些行为在发生嘛，所以他现在这么一呼百诺。他一喊起来，国民统统来了，国民兵都来了。而且很简单，就大家那个问题，因为用理性分析的话，我们都懂这个道理嘛。那法律那个边界在哪里？我跟你讲，在川普手上没有边界，没有边界，他一定硬干的嘛。他想怎样就怎样。所以我们本来在上个礼拜就认为说，他的第一项任务是他的早期外交工作，就是俄乌战场。对。我今天一看吓一跳，这样子干的话，那没有俄乌战场问题了。为什么？他民调一定会高啊。你要看驱逐非法移民，对呀，每天的新闻都爆出来，这边逮了100个，那边逮了50个，然后部队荷枪实弹冲进去抓人，这都是这种画面，那个完全跟警匪枪战一样，天天都这种画面，这个民调高不高？高，棒的跟好莱坞似的那警匪片嘛，天天演啊。然后就看到一堆人被逮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他就是真的，可他是玩真的吗？当然玩真的啊，他真的敢用国民兵，真的敢用海外部队，真的敢冲到人家家里，冲到人家的工厂家里，把这些人都抓起来。他不是乱搞，如果他有情报的话，他针对那个卡特那些贩毒集团、犯罪集团。针对的真正的特定的一些帮派分子先下手的话呢，当然有力量啊，怎么没有力量？你光看那些加州那些人从哪里跑出来，到处抢啊，那个零元，这950万零元购，通通抓，他怎么不抓？但是他这个驱离行动，这个东西会让他赚到非常高的民调，让他得到非常大量的民众跟民意的支持，是前所未有的高峰。那另外就是。他为什么特别在第一时间里面？我针对的是中国的异龄男子。对，他的概念很简单，因为他美国要伟大，就是他这个 MAGA 这个运动，就一个目标，就是要击溃中国，就是要打败中国。他扮演这个所谓世界第一的再次霸权的地位，霸权地位就是修昔底德陷阱，这必须要真的，中国是唯一的敌人跟目标。所以我连在边境驱逐非法移民的标的都是中国。不，这很简单一个问题，这个确实一个让大家值得怀疑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那么多年轻的中国男子惜家带眷，有的单身，跑到美国来干什么？对，这个确实很奇怪。而且这1年来3万多人，那这些人到底有没有解放军背景？对，多少都有，或是有没有退役的解放军背景？如果有的话，你来干什么？他就开始你就是渗透嘛，这个就是在渗透我的嘛，对不对？就很多事情，你到时候你来的时候就到处流窜啊，到处流窜制造动乱啊，或是说有接受任务等等，
他的，我觉得他们有一定程度的依据，不是那种凭空想象的，因为这个东西很容易组织起来嘛。一下来，说台湾啊，如果来个3万人，你不是吓死人？对，他美国看不到，但是看不到那是一股力量。那个整个就是一个部队，他的怀疑是有他的理论的依据，而且有一定的证据，所以要针对这个先下手，先把那个民族主义，把那个美中对抗的气氛先创造出来，它有非常大量正当性，然后向前推进。好，宇轩刚才讲的，川普还没有就任，整个世界已经开始绕他在打转了。那我们刚刚讲的，拜登现在就破罐破摔，拜登这个所谓在卸任之前，把武器禁令全部拿掉了以后，现在真的出现状况，现在。在俄罗斯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兵工厂，导播我看到画面，居然就这样子被炸掉了。很多人都认为那已经是被 ATACMS 炸到的。战争打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，但俄罗斯人终于体验到战争的恐惧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次战火真的打到他们自己家门口，而这个决定攸关重要就在于拜登终于允许了 Attackers 可以对俄罗斯本土轰炸。所以各位现在看到的画面，这是由乌克兰所发出的，也是我们讲到海马斯所发射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在凌晨，来各位注意了，这是俄罗斯布良斯克州，换言之，这个地方有没有居民？有。结果呢，你看到这是由俄罗斯居民半夜被吓醒了，为什么？突然听到一声轰然巨响，轰一声，就往窗外看，你看哦，还很紧张哦，拿着手机拍，就发现有一个像蕈状云的，直接就在冒起来。宝杰哥，这就是俄罗斯的 Grau 的67兵工厂，就在所有民众的眼前爆炸。这是一个兵工厂。对，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？这不是说由乌克兰拍下说，嘿嘿，我们把它打了，我们非常的荣誉，不是哦。这是俄罗斯居民，他们惶惶不可终日，想说怎么会连我们家附近都发生这种爆炸？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本土？而且你知道吗？更可怕的是什么？打开电视机就看到这个画面，飞弹警报。对，布良斯克说，请各位民众赶快有地下室躲地下室，有地方躲地方，因为现在连你们居住的所在地，连你们的社区都没有办法幸免了嘛。所以你就知道，现在因为整个拜登这个决定之后呢，俄罗斯真的是连本土都被卷入到这个战争氛围，而且我跟你讲也不夸张，泽伦斯基也 all in 了，直接跑到哪里？我们昨天才跟我讲说，红军村是不是现在俄军尸横遍野？对，他就跑到红军村去，7公里的地方跟你讲，各位，我现在就在红军村哦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有决心。现在在俄乌边界里面，攻击的最火力最大的就在红军村。就泽伦斯基跑到红军村啊，当然嘛，因为各位啊，现在已经短兵相接了，大家都在大量消耗。因为我们讲俄罗斯一天死1500个人，但他一天增1000个人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最后面全部都 all in 了嘛，所以我当然是本土全部给你打下去啊！你以为只有这么简单？不是，因为现在乌克兰杀伤力更强，你俄罗斯派源源不绝的人、源源不绝的肉体、源源不绝的北韩士兵来，对不对？那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有对应的措施，什么？包括德国来的宝杰哥，这叫做迷你金牛座。我们都知道金牛座的威力在哪里，在于说它整个弹体500公斤，而且呢，它的我们讲射程高达400公里远。但是不好意思，什么叫做迷你版的迷你金牛座？宝杰哥，无人机我跟你讲，大家都有看过，但你能想象吗？这个无人机的威力堪比小型的金牛座。来，各位，你直接看到现场的画面就知道了，一台一台来自俄罗斯的坦克。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坦克应该很坚固，对不对？就不是哦，你看，就是坦克来。就无人机这样飞过去，把那个我看到那个爆炸，我吓坏了。你看这个爆炸，这爆炸太大了吧？正常无人机，我们之前讲过，现在拜登已经刚刚讲从 Attackers 包括了海马斯火箭弹的这个射程的这个限制，我把你拿掉，攻击的这个目标我也把你拿掉，攻击目标拿掉了以后，法国跟英国就跟进了，暴风之眼也送进去了，就不但是法国跟英国跟进了，现在连德国都提供这种所谓的迷你金牛座的无人机。宝德哥，这就我们讲的一句话，我叫你自信，没有叫你超越啊。结果本来是想说给你打开放，结果你把最新的军火都拿来了。因为这个迷你无人机，你知道它强在哪里吗？我跟你讲，比台湾刀还好，比我们先前介绍过都还好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它 AI 自我辨识，所以为什么俄军会这么惶惶不可终日？因为我们说好的电磁干扰呢，完全没有用啊！你看一台一台的无人机，直接就这样撞下去，而且它会自主，像油弹弹药一样第一个，它的我们讲航行距离非常远，40到60公里。再第二个，它的滞空时间非常长，所以你跟它就在那边晃啊晃啊晃，就一逮到目标呢，自动辨识了，你掩饰也没有用因为有俄军呢就想说我躲起来好了，他就用这种我们讲原地单兵原地进行掩护，然后呢把自己迷彩掩护起来，就照样撞上去，没有用。各位宝哥，再来第二个，你有没有仔细说它那个爆炸的范围？一般来讲坦克它是怎么样？以前俄罗斯我们讲乌克兰遇到一个问题，我一定要从顶攻
什么叫顶攻？因为顶部呢是人开关进出的地方，那边最脆弱。但你仔细看哦，他根本没有跟你讲顶攻，左攻、右攻、上攻、下攻都打得穿，侧边直接撞下去，整台你有没有看到？那是整个炸弹开花哎！它是整个，你看再看一次，它整个装甲四散，所以代表说现在有这种新形态的，你想想看，我如果是俄罗斯士兵的话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根本就没有办法防范啊，电磁战也没有用，然后躲在坦克车里面也没有用，所以他们只好干嘛？把人分散。宝力哥他们讲很好听，说哎呀，俄罗斯最近有一个灵活的战术，这个战术是什么？以前我们都10人编制，现在我们改为3人编制，为了这样呢，我们才可以有呢比较灵活。宝力哥，请问一下是灵活吗？不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人不够了，因为俄罗斯人死太多了，因为人丧命太多了嘛，已经前面源源不绝，跟绞肉机一样，所以我当然要把它所谓的分散开来，对不对？分散开来之后，我至少我们讲的被你一个无人机打。被你的火力打到，我也不会死那么快啊！否则你再看一下，我们每一台装甲车，隐匿也被炸，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最可怕的是呢，甚至还有一个装甲车，士兵其实已经在跑了，就是他一直在逃命，一直在逃命。逃命到什么过程中？你看哦，他越过这种地雷也没有炸到他，然后炮兵呢轰炸他也没有炸到他。本来想说我终于幸免了，就来一台就直接从前面这样应声，你看。这个火光，吓死人！不讲我你还以为是什么我们讲的海马式发射的火箭弹，你就知道现在双面的战况呢已经一触即发，而且已经逐渐的白热化。而在最后的关头，大家当然能够把使出的精锐全部都会进出。好，瑞德，其实看到的，其实俄乌打到现在，两边其实都已经受伤惨重，两边的资源已经耗尽非常多了。现在传出来说，在俄罗斯部队里面呢，这边居然有一个所谓的千人尸坑，这个千人尸坑现在被认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了，普丁给予这些伤亡的这个士兵抚恤金非常的高，因为我给你的抚恤金非常的高，所以俄罗斯的人就愿意用性命相拼。我如果死掉，我得到的抚恤金比我这一辈子赚到的钱都还来得多很多。可是没有想到，现在我干脆把这些人直接埋掉，直接当失踪人口，直接不认账了。没有错。那么事实上，北韩金正恩现在最要担心的是什么？是普丁赖账。他现在不是先北韩派了12000名的部队，然后进到这个俄罗斯去啊，到乌克兰的战场去打仗吗？紧接而来不好意思，最多不是派88000人，是要上10万人以上，要到这个前线去打。你知道为什么金正恩要怕他赖账吗？因为一个北韩阿兵哥一个月是68731块新台币，但是如果战死的话，单单那些抚恤金是非常高的。可问题是，现在面临到普丁，现在面临自己为俄罗斯的相关的这些等于说殉职的这些军人啊，他出现一个赖账的现象。为什么要赖账？今年1月到6月，俄罗斯单阵亡军人的抚恤金，竟然已经超过300多亿美金呢！300多亿，300多亿美金，因为俄罗斯现在只能靠卖这个，大部分都是卖天然气，卖这些相关的这个能源嘛。然后呢，又被全世界上抵制它的这个经济嘛，所以呢，它单1到6月前半年就300亿美金，那他怎么办呢？他不能，问题就在于重赏之下才有勇夫嘛，所以他必须要用重赏。说你如果轻伤、重伤、死亡，那我给你的抚恤金很高，所以呢，吸引俄罗斯这些军人来嘛。你知道他最近竟然发生一件事，那么人一死了以后，在前线战死了以后，要给这个家属一个很大的这个抚恤金嘛。对，要怎么样又战死又不给抚恤金？很简单。毁尸灭迹，他就毁尸灭迹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开玩笑，他真的毁尸灭迹耶！他什么毁尸灭迹？我们常常看到以前常看越战片的二战片，就死了以后，美军就把那个牌子挂牌把它拉下来，用牌子嘛。然后他现在的方法就是挖千人冢。那个千人冢，他单现在所知道的挖超过6个以上的千人冢啊，一个千人冢可以埋1000多具的这个俄罗斯军人的这个尸体啊，然后他们就把在这里就是在挖千人冢，对，千人冢有6个，那一个都是挖1000多个，埋了1000多个尸体，直接埋掉，埋掉了以后呢，问题就是讲呢，磨甲磨不识甲不灵磨，什么意思？本来要让别人都不知道，结果后来还是有人偷拍，还是有人都你在搞什么鬼啊？所以我把你埋掉以后，我就把你当失踪人口，我就不认账了。为什么会有人偷拍？偷拍的人想说，那要是我以后我阵亡了以后，会不会被埋进这个所谓的千人冢里啊？就这样搞掉。埋进千人冢的人，俄罗斯他们直接报行踪不明，用失踪然后来协寻。我问你人都已经死了，尸体都埋进去了，怎么协寻啊？
因为埋千人冢了以后，他现在省下6000多个这个所谓的军人的抚恤军嘛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这不是最离谱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还有更离谱的，他现在给这些重伤的人呢，是给大概从300万卢布直接提升到400万卢布，然后呢轻伤的人从100万卢布呢降到只剩下10万。那是不是因为轻伤太多了嘛？那重伤是不是你们这样有保障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其中有一位去打仗的一个先生啊，他去打了以后，他应该是中了相关炮弹的伏击啊，腹部这些地方受到伤害，所以呢，包括肾脏啦，包括肝脏啦，然后包括右膝盖的关节都已经受伤了。那他道理来讲应该算重伤吧？不，把他医了半天以后，那么关节也没给他换，最后把他用轻伤。他们家人最后拿到什么？2桶的胡萝卜跟1袋的洋葱，还要他拄拐杖回部队。各位啊，我的天啊，赖账哪有那么没有人性呢？死伤60万人，然后呢，用重赏之下呢，必有勇夫咎，最后竟然直接用赖账的方法，连死都把你报行踪不明，埋进千人冢。